你以为成功靠运气？不，真正的王者秘诀藏在人性最隐秘的角落。如果让我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传给后代，我绝不会挑房子、股票、基金，也不会选现金这些随时可能贬值的东西。我会选择那些洞悉人性的智慧和处事技巧，这些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有了这些，哪怕我的后代一穷二白也能翻身，轻松赢得金钱、名声、权力，甚至爱情。这不是我瞎说，古今中外那些站在顶端的人，比如李嘉诚、曾国藩，他们留给子孙的不是金山银山，而是一些听起来简单却威力无穷的道理。李嘉诚说要做仁慈的狮子，曾国藩讲怀菩萨心肠，行霹雳手段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做个有底线的好人，但绝不怕狠起来。我发现身边那些大老板、大领导，他们深谙这些门道，但他们从不轻易开口分享。我最早是从他们的下一代，那些富二代、官二代嘴里听到这些秘籍的。如果你观察仔细，就会发现一个真相，我们从小到大学的东西，好像都是教我们怎么跟好人打交道，却没人教你怎么应对坏人。有句老话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。意思是善良的人容易被欺负，但老天不会亏待好人，而恶人让人畏惧，可老天也不怕恶人。很多人觉得老天会帮好人收拾坏人，但《道德经》里说得明白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翻译成白话，就是老天根本不偏心，世界万物自生自灭。地震来了，好人坏人都得跑，没人能例外。我刚开始做生意时，见过不少大老板表面道貌岸然，背地里却不择手段。他们赚得盆满钵满，住豪宅，开豪车，身边美女如云，儿孙满堂，活得比谁都滋润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老天不会因为你善良就多给你一碗饭，也不会因为谁坏就劈一道雷。所以想在人间混得好，光靠善良远远不够。你可以不主动害人，但必须学会保护自己，像刺猬一样，身上得带刺。第一次接触这些生存智慧，你可能觉得有点扎心，甚至反感，但这正是突破的信号。慢慢学下去，你会发现，这些道理就像让人上瘾的游戏，揭开人性真相后，你能从丑恶里品出胜利的滋味，越学越想学。人性真相，为什么好人总吃亏？无论古今，皇帝打仗，官员治理，创业者拼搏，成功的起点往往不是钱，而是人。有了人才有钱，而不是反过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一无所有，却能让一群人死心塌地跟随？答案是人格魅力。别去网上搜那些鸡汤式的人格魅力教程，那些都是表面功夫，教你微笑、自信、倾听，顶多让你做个讨人喜欢的老好人。真正的魅力来自面坏心好的智慧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表面上有点不好惹，让人不敢轻视，但内心有底线，有温度，能在关键时刻让人感动。为什么不能一味当老好人？因为人性有个致命弱点，期望落空就会翻脸。你对一个人太好，他会觉得理所当然，稍微对他差一点，他就会记恨。比如有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身价过亿的明星资助了一个贫困男生读大学，学费、生活费全包。结果这男生4年里挥霍无度，逃课、恋爱，就是不学习。明星忍无可忍，停了资助。谁知男生反咬一口，在网上发长文抹黑他，害他被舆论围攻。从恩人到恶人，就因为他一次说不。人性就是这么现实，你喂狗3天，狗记你3年；你对人好3年，他3天就忘。更狠的是，受了大恩的人翻脸，比陌生人还毒，因为他要证明你的错，来掩饰自己的忘恩负义。举个例子，古代有个皇帝，每天赏赐一个功臣田地、黄金，有一天只给了点珠宝，功臣表面谢恩，背地里却骂皇帝小气，甚至起了反心。所以
真正的王者之道是反其道而行之。那些有钱的老板，初次见面总让人觉得有点不好惹，甚至有点冷。他们故意把别人的期望值拉低，偶尔展现一点善意，比如请顿饭，帮个小忙，别人就觉得是惊喜，甚至感动得不行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好人偶尔做不到，别人会觉得被背叛，甚至当场翻脸。所以想爬到金字塔顶端，你得有态度。比如，我可以请你吃1000元大餐，喝2000块的酒，但你欠我100块，必须还清。这是规矩，也是底线。你得让人知道，你不是谁都能随便使唤的，否则别人会觉得你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。比如，同事让你帮忙买瓶水，你买了，他觉得理所当然；哪天你没买，他可能背地里说你小气。别人对你的态度是你自己教会的，别怪别人欺负你，是你没立好规矩。第一课，学会说不。想学王者之道，第一步就是别随便答应别人的要求，尤其是朋友、同事这些平等关系的人，他们让你干什么，你偏不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旦顺从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应该这样做，下次你拒绝，他反而会怨你。举个例子，公司里，校长总是帮同事跑腿、买咖啡，时间长了，大家觉得这是他的职责。有一次他忙得没空帮忙，同事反倒阴阳怪气地说他变了。这不是同事的错，是小张没立好规矩。真正的付出不是别人要你就给，而是我想给才给。我主动给的你会感恩，你主动要的只会觉得我软弱。学会拒绝，甚至以牙还牙，别人反而会尊重你。比如有人让你加班干不属于你的活，你直接说这是我帮不上，找别人吧。对方可能愣一下，但从此不敢再随便麻烦你。记住，你不需要讨好所有人，只需要让爱你的人更爱你，不爱你的离远点。第二课，看透道德的真相。这个世界只有2种人爱谈仁义道德，一种是聪明绝顶的强者，富人；一种是迷茫无助的弱者，穷人。穷人谈道德，是因为他们不想再受伤，幻想世界充满公平和爱。他们被坑了钱，还安慰自己要宽恕对方，觉得自己有大智慧。但现实呢？古往今来，哪个胜利者是完全清白的？弱者往往连自己输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还觉得自己清高。比如有人被诈骗几10万，还说算了，他可能也有难处。这不是善良，是逃避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富人呐，他们深谙人性，表面上跟你谈道德，背地里却用道德收割弱者。比如早年化妆品刚流行，有人说化妆品会让女人更吸引男人，可能增加犯罪率。商人怎么应对？他们说女人有变美的自由。这套说辞听起来多高尚，但本质是为赚钱铺路。富人鼓励更多人做道德的弱者，因为这样更容易操控。他们会说诚信为本，客户至上，但真到关键时刻，利益永远排第一。再比如佛教讲慈悲，但连观世音菩萨都有怒目金刚的一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光靠慈悲救不了人，有时得用雷霆手段。近年流行的厚黑学其实就是王者之道的分支。厚黑是什么？脸皮要厚，不怕被骂，手段要黑，干下狠手。这不是让你做坏人，而是教你做有底线、有智慧的好人。比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曹操和刘备。曹操手段黑，面对利益绝不心软，杀人不眨眼，但乱世里他保住了家族和国家。
刘备脸皮厚，擅长卖惨，遇到难题就哭，孙权心软借他荆州，他却从没还过。你得学刘备的厚，平时笑脸迎人，也得学曹操的黑，关键时刻敢出拳。第3课，向骗子学智慧。说到手段，很多人一听骗就皱眉，但现实是，哪个成功者没点诡道？孙子兵法说，兵者，诡道也。做生意搞事业，哪有100%坦诚的？别说富人，连普通人每天都在骗。统计显示，成年人每周平均说1至3次谎，90%的人承认经常说谎。比如，你跟朋友说改天请你吃饭，其实压根没打算请，或者上班迟到，编个理由说堵车。既然骗是人性本能，为什么不把这门技能练到极致？向骗子学什么？一远见，普通人做生意，觉得每个人都是客户，结果浪费时间。骗子却有一套筛选方法，第一时间锁定目标，绝不浪费精力。比如，诈骗分子一眼就能看出谁好骗，谁不好骗，效率极高。2心态，普通人被拒绝几次就崩溃，骗子却信奉贼不空手，这招不行马上换招，永远不气馁。做生意也一样，客户说不要，你得换个方式推销，而不是自怨自艾。3手段，普通人见客户低声下气，结果客户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骗子却能抬高自己价值，让对方觉得需要他。比如，诈骗分子会装成大人物，让受害者觉得能认识他是荣幸。4学习，骗子从不固守一招，方法不行立刻学新的。10年前，第一批转战电商的人，如今多是千万富翁。顺势而为才能赢。第4课，拥抱你讨厌的。王者之道的终极秘诀是，你讨厌的往往是你需要的，你喜欢的往往没用。就像咖啡、啤酒、生蚝，第一次尝可能觉得苦涩甚至恶心，但慢慢就能品出滋味。小孩只爱甜食，成年人却能欣赏苦辣酸臭。同样，很多人长到30岁还接受不了人性丑恶，整天幻想世界只有美好。比如，有人听说老板背地里算计员工，就义愤填膺，觉得太恶心。但换个角度，这不过是老板在用智慧保护自己，同时实现目标。真正的成熟，是能从人性自私、贪婪、恶毒的一面品出成功的滋味。比如，一个老板表面和善，背地里却精于算计，你可能觉得他虚伪。但如果他不这么做，可能早就被对手吞并，公司倒闭，员工失业。当你学会接受人性全貌，美与丑，善与恶，你就离王者不远了。你会发现，那些让你不爽的坏人，其实是你最好的老师。他们的手段、套路、心态，都是你需要学的。第5课，立规矩，守底线。学了这么多，核心是什么？立规矩，守底线。你可以善良，但不能软弱；你可以仁慈，但必须带刺。怎么做？1拒绝无理要求，有人让你干杂活、跑腿，直接说不。别怕得罪人，真正尊重你的人不会因为这点事翻脸。2主动付出，别等人开口要，你主动给，效果翻倍。比如节日给团队发红包，请客户吃饭，别人会记你一辈子。3恩威并施，对下属、同事既要有温暖，也要有威严。太软，别人爬你头上；太硬，别人离心离德。4学会演，该硬时硬，该软时软。跟客户谈生意，偶尔装装可怜，效果比硬碰硬好。跟对手博弈，摆出强硬姿态，别人不敢轻举妄动。第6课，用人性赚钱。懂了人性，你就能用它赚钱。怎么用？1制造稀缺，人想要得不到的东西，比如限量版产品、会员专属福利，客户抢着买。2激发恐惧，人怕失去，比如
保险广告总说你不买，家人怎么办？客户一听就慌，赶紧掏钱。3、满足虚荣，人爱面子。比如，奢侈品贵得离谱，还是有人排队买，因为能显摆身份。4、利用从众，人爱跟风。比如，网红店一堆人排队，哪怕东西一般，也有人觉得肯定好。举个例子，有个餐饮老板开店时故意请托排队，制造火爆假象，结果真引来一堆顾客，生意爆满。后来他又推出 VIP 会员卡，交钱就能插队点餐，顾客觉得有面子，抢着办卡。不到1年，他开了3家分店。这就是用人性赚钱的教科书。第7课，持续进化。王者之道不是学一次就完事，你得不断进化。世界在变，人性也在变。10年前摆地摊能发财，现在直播带货才是风口。怎么进化？1、多看书，不只看鸡汤，读历史、心理学、营销学。比如《三国演义》教你权谋、影响力，教你操控心理。2、多观察，看看身边的成功者，他们怎么说话、做事，模仿他们的套路，再加点自己的风格。3、多试错，别怕失败，每次失败都是一堂课。比如第1次创业赔了，起码学会了怎么挑合伙人。4、建圈子，认识比你强的人，他们的经验、资源能让你少走10年弯路。这套帝皇术不是教你做坏人，而是教你做有智慧的好人。你可以善良，但不能软弱；你可以仁慈，但必须带刺。学会说不，立好规矩，看透道德的伪装，学会厚黑的平衡，在人性博弈中借力打力。最终你会发现，财富、权力、尊重都会向你靠拢，因为你不仅懂人性，还会用人性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拒绝一个无理要求，观察别人的反应，你会发现世界开始对你刮目相看。别再做任人摆布的老好人，做个有刺的王者，活出属于你的人生巅峰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